接下来八卦象的生长，这个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。上一次讲过之后，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总结，就是乾卦。乾卦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大道。这个大道不是大陆，而是天道，是孔子说的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的那个道。大道就是乾卦，大道、天道、神明、神灵、纯粹、精华都属于乾卦。大道啊，大道是什么？大道就是主宰天地之间的那个神秘的力量，就叫大道。儒家也好，道家也好，在这方面的认识是一样的。大道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，它是万能的，那个就是乾卦。然后天道也一样，天道跟大道是一回事儿。神明、神灵、纯粹、精华。家里面如果测家宅，家里面是乾卦，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门第很高，也可以代表说你家里面供有神佛。开始乾卦是不是开始？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乾都是摆在第一位。乾是开始、开创、创立、起点、亨通。为什么是亨通啊？乾一定是亨通的，因为元亨利贞嘛。乾它最终一定是亨通的，乾卦它最终一定是亨通的，因为乾卦代表着力量很强大。它在一路上虽然会遇上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，但是都会被它克服。所以说它亨通，所以说乾卦它就是元亨利贞，元亨利贞，亨就是亨通，元就是老大。你说乾卦这个卦，它最重要的就是形容它的4个字，就是元亨利贞。元亨利贞，我是老大，我要亨通。这个亨通不仅仅是乾卦的一个特点，更是乾卦它对于自己的，就是我必须要这样，就我既然是老大，我既然是一家之主，我既然是一个地方的领袖，我必须要亨通，我不亨通不行，这是我职位上的一个使命。亨通自然顺畅，坚贞坚定，元亨利贞，贞就代表非常的坚定。所以说乾卦它为什么要跟男人的德、大丈夫的德要结合在一起？大丈夫就该这样，就该像乾卦这样一往无前，不停的走，然后要亨通，要仗义。他把很多这个男人的这种德概括的非常完整。然后圆满也是乾卦的象。测婚姻的时候，如果你某一个卦动化成了乾卦，看上去乾卦是六冲卦，是不太好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乾卦代表圆满，就是你这个婚姻的结果很圆满。虽然有吵吵闹闹，但结果很好，最终的结果是圆满。就是别的卦一个动摇动化成了乾卦，往往代表着圆满的婚姻。强盛就是乾卦，也是强盛，富有、真诚、善良、正直、正义、威严、美好、漂亮，就乾卦都是很美好的。但是乾卦如果很衰，那就变成乞丐、流浪，一下子从天上就掉下来。我们福州人就讲了，或者做皇帝或者做乞丐，就皇帝跟乞丐他是2重天，但是可能都是一个人干的。皇帝啊，他可怜的时候比谁都可怜。勇敢、锐进、进取、进步、变化等等，都是乾卦。独裁也是乾卦，专制、专横、霸道、强暴、残酷、傲慢、打击、迫害、灾害、死亡，都是乾卦。就乾卦它有2面，好的很好，坏的也很坏。你说希特勒这样的人，他当然是乾卦了，他不是乾卦，他是什么？坤卦，厚重、沉重、承载、担当、支撑、后方、后面。终点结束，到达尽处。我真的希望你们慢慢的把这个琢磨一下。厚重、承载、沉重，是不是坤卦？地球是不是厚重沉重？大地是不是厚重沉重？承载、担当都是他的事儿嘛。他承载万物，他担当了很多东西。支撑，大地是不是给我们的很多支撑？后方，坤卦有后方的意思，后方、大后方就是坤卦。然后呢，后面它也是后面，为什么呢？乾在前，坤在这里吧，乾在上面，坤在这里吧，代表后面嘛。终点结束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它是第8，终点结束，那也是到达和尽处。终点啊，我到达终点了嘛，到达也是坤卦，尽处也是坤卦。我临近，我先到尽处，然后再到达。滋养、养育、孕育、积蓄、荟萃、隐藏、密闭。闭藏、财富、盒子、箱子、仓库，这些都是坤卦。然后柔和、包容、谦让、忍让、操劳、勤劳、慰劳，都是坤卦。方正、平坦、平地、平常、常态、平静、安静、沉默、空虚，
这个都是我自己写出来的，越写越多，后来写不完了。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。比如说坤卦，你今天就写坤卦，你把你认为的坤卦，你无穷无尽，你一直写出来，你会写很多很多出来。只要它的性质跟坤卦相近，都可以是坤卦。虚空，坤卦是不是虚空啊？都是虚啊，它是虚空嘛。它也可以是很实在，它也是很虚空。所以说它不一定是一种的一类的象。坤卦为什么是虚空？我这么讲，刚才讲的道。大道，我们讲是乾卦吧。从大道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意义上来讲，道是乾卦。但是呢，你从坤卦，你从道是万物的母亲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说老子把道比作什么呢？这个字读什么？这个字读聘，聘就是女性的生殖器官。老子认为道就是什么呢？道就是一个我们所有人的万物的母亲的那个子宫，道是一个不老的老母亲的子宫，这就是道。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它就是虚空的，道就是虚空的呀。道生万物，道就是什么都没有啊，无形无状，无声无色，道就是虚空的呀。所以说它也是坤卦。坤卦为什么是虚空？你说它承载万物的时候，它是很实在的，大地非常坚实的这种形象。但是呢，它是万物的母亲的时候，万物出生的母亲的时候，它就是虚空。所以说这个道它是乾卦，它也是坤卦。低下、低贱、狭小、狭隘、卑贱、懦弱、胆怯、消极、懒惰、依赖、迟钝、吝啬、丑陋，都是坤卦。坤卦还是小人，还是丑女人。它也有很多好的象，也有很多不好的象。你看它为什么是低下、低贱？地是不是低下的？跟天比，它就是低下的，它就是低贱的嘛。跟天比，它就是狭小，它就是狭隘的。然后卑贱、懦弱，乾卦是勇敢，坤卦就是懦弱。乾坤它一定是相对的，乾卦的勇敢一定对应着坤卦的这个懦弱。胆怯也是消极，因为乾卦是积极的嘛。所以说你坤卦必须得消极。懒惰，因为什么？行而不息，动而有常。乾卦它是不停的动。乾卦为什么天行健呢？天不从来不停下来，天没有停止工作过，天哪一天停止工作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所以乾卦它就是不停的走，不停的在那边运行。那么坤卦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懒惰、依赖、迟钝、吝啬、丑陋。因为乾卦是漂亮，乾卦是很漂亮、很俊美。你女孩子测婚姻，测到自己的老公在乾卦里面，这个人长得很漂亮、很帅，然后出身名门，毕业于名校，单位供职可能是在非常好的机关或者非常大的企业，乾卦都可以这样理解。那如果是你找老婆找到坤卦呢，肯定难看，长得矮矮胖胖的、黑黑的，是不是？他毕业的学校二三流的甚至民办的这种大学，他供职的单位他可能是农村的农民，他甚至连单位都没有，或者是自由职业者。就是坤卦跟乾卦它是完全是相反的。然后迷茫、迷糊、糊涂、疑惑、昏暗、晦暗，这都是坤卦。复杂、混乱、众多、分类、夜晚、年、十年。为什么是复杂？天会不会复杂？看上去阴天、晴天、太阳、月亮，它很简单，天一目了然，很清楚。复杂的是哪里？是地。地上多复杂呀，什么都有啊。地上很复杂，各种各样的房子，各种各样的动物、植物。地下也很复杂，挖下去不知道能挖到什么东西。地下非常复杂，混乱。复杂一定是跟混乱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众多，坤就是众多，分类。众多了，它就要分类了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去琢磨。但坤为什么是夜晚啊？黑嘛，乾在这里，坤在这里，它一定是夜晚嘛。年、十年、10000年、100年都是坤卦，临也是坤卦。震卦有快速、奋进、上进的意思，这个很好理解吧？震卦就是快速、奋进、上进、开始，它也有开始的意思。就震卦和乾卦，长子像老爹啊。震卦和乾卦它有很多共同的这种像。开始就是乾卦也是开始，震卦也是开始。震卦你看它在这个位置，它就是一年的开始嘛。春天在这里，一年的开始。
正卦就是一年的开始，然后兴起，开始了嘛就兴起了嘛，春天万物就勃兴了嘛，然后出发跟开始也是相联系的，开发、发明、萌发、萌芽、新生、行动。正卦最重要的象就是动。我们今天还在说测运产的卦很有意思，测运产卦你不管你怎么测，测运产的卦一定是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你看这个是老娘，老娘怀孕了，坤卦不是老娘怀孕了吗？然后呢，小孩子在中间在里面动，很有意思啊。我们最近测了好些个运产的卦，每一卦都是这样，每一卦的本卦都有坤卦，都有正卦，很有意思。是不是所有的不一定，我不敢肯定。我们起卦起到现在都是这些卦，那么正卦在这里就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动啊。孩子在肚子里面就是踢嘛，他就不停的动嘛。自立自强、积极果断、勇敢勇猛，这都是正卦的这种象。正卦自立自强嘛，他肯定是自立自强的，他不靠任何人，他是长子，积极果断、勇敢勇猛，然后享生、民生、名誉、名气。正卦它除了动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名声特别响亮的意思，有一点声震寰宇的这种意思。震嘛，雷动四方嘛，所以它名声是非常的响。正它有这种象，就是响声，它有名声、名誉、名气。急躁躁动，这也是正卦的一个象，它没有办法让自己安静下来。正卦就是动的，它就是急躁的，就是躁动的，粗糙、粗心、激烈、迅疾、霸道、霸气、冲突、无理、过错、过头、惩罚、恐惧、发抖，这通通都是正卦。就是那种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青年，一个太子，身为军队的统帅，脾气肯定是很牛的呀，肯定是很冲动、很暴躁，但并不等于没有智慧啊。他就是一个青年统帅的这种象，还有这种统帅和战将的这种象，还有商旅的这种象。为什么是商旅啊？动是吧？商旅特点就是动嘛。马帮，你们知道马帮过去云南都是这种运茶、运这个普洱运出来，都是马帮，它就是不停的动。商旅啊，就是不停的动。然后巽卦，巽卦是命令号令。巽卦为什么是命令号令啊？巽卦是风嘛，命令是不是跟风有共同点？命令啊，命令也是一种风嘛。好比高音喇叭，命令什么，就是宣传就做出去了，命令传递出去了。命令号令，宣传、传达、传播、散布、言教、教育、传授、交流、交涉、交换、交易、贸易、商旅、利益、利润。巽卦有利润的这种象，这个讲过好多次了。还有这种贸易的这种象，商业的这种象。巽卦就是利市三倍嘛，我讲过了，三倍未必是有依据的，但是它有利。看到巽卦有钱赚，有钱进到你的口袋里面来，这是肯定的。巽卦就是这么一个象。然后流动、飘动、波动、物流、快递，为什么巽卦就是这样子啊？风就是流动的、飘动的呀，波动的呀。然后物流跟快递有个什么特点啊？就是不停的运动的嘛。风是不是不停的动？自由很好理解，风就是自由的。运动、歌舞，巽卦有歌舞的这种象，轻快、轻浮，这都跟风有关。歌舞嘛，轻快如风嘛。然后幻想、灵感、梦幻、神奇，这都是这个巽卦的特点。灵感也是飘忽不定的，你这会有灵感，你不抓住，等一下就没了。我最近经常会发生这种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灵感来了，我记住了，我不会忘，我过3天我再来写，我都能够记得下来。现在灵感一闪，哎，我刚才想到什么了，就记不住了。这个年纪大了，就是灵感它会稍纵即逝，这个灵感就是巽卦。然后幻想也是嘛，幻想也是不靠谱的。为什么呢？巽卦这底下就是没根基的嘛，巽卦没有角，那角是软脚虾，它是软的。然后呢，梦幻神奇，这都是有这个意思。精细、精巧、巧妙、细心、虚伪、伪装、欺骗、薄情、权谋。巽卦为什么是薄情啊？一个男人如果感情跟风一样的来来去去，他不薄情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是艮卦，他就是很专一、很笃实；巽卦他就是薄情、权谋、欺骗嘛，他就有这种象。就是感情飘忽不定的，今天爱这个，明天爱那个，是属于这种人。覆盖、抚摸、全面、普遍，这个好不好理解？风吹过去就覆盖、抚摸。腐败、腐烂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是腐败腐烂？巽卦是腐败腐烂，这个象太重要了，大家一定要记住。巽卦为什么是腐败腐烂？底下烂了吗？里面烂了吗？外面很好看，金玉其外，什么？败絮其中吗？巽卦就这种象，所以说腐败腐烂一定是巽卦，贪光什么之类都是这种巽卦。外实内虚，基础不稳，这个很好理解。还有谦逊柔和、调和、复合、顺从，这个都属于巽卦。